3件敏感的事件在同一周里接连引爆，3股民意一边像火花一样在网络上疯狂扩散，一边朝着北京的同一个方向飞去，足以让习近平再次想起白纸运动的失控恐惧。网络失控3天，就换来街头集结，一起喊出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习近平想一想，恐怕都会吓出一身冷汗。于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习近平亲自上阵，下达全面收网的总动员令。21大已经进入倒计时，整个互联网也要打入战时状态，但北京越封越焦虑，越控越紧张，而民众却是越压越反弹，民意越堵越涌动。习近平最害怕的正是他无法阻止的现实，网络失控就是街头成型的前奏。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月音。中央政治局刚刚开完第23次集体学习，习近平亲自上场，打了一套组合拳，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打造主流价值，讲好中国故事，对网络乱象要敢于亮剑。这些乍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真正的含义只有一句：北京准备再次收网了。习近平这波收网总动员，表面上在讲网络治理，实际是在替21大提前买保险，保的不是资讯安全，而是政权安全。距离2027年秋天的21大，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接下来的每一天对北京而言都属于高敏感期，所以现在互联网也需要备战、控场和收网。习近平在此番讲话中再次强调，讲好中国故事。翻译成白话就是：大火可以烧，但不能追责；事故会发生，但不能深究；人祸明显存在，但必须要讲成意外或偶发。城管冲突、医院排队、房市烂尾，这些原本属于公共议题的现象都不能再讲了。这些负面情绪不许扩散，禁止讨论。取而代之的中国好故事就是铺天盖地的战狼小粉红们，满屏的感恩奋进正能量，下岗失业被重新包装的追梦者，连篇累牍的伪光正通稿，把整个互联网硬生生改造成了一座巨型的洗脑场。更讽刺的是，那个喊风清气正喊得最大声的人，自己却活在一个完全封闭的资讯茧房里，传到他耳朵里的不是岁月静好，就是人民拥护，当然可以讲好中国故事了。那么习近平口中的网络乱象又是指的什么呢？肯定不是黄赌毒，那对中共而言都是小菜儿，而普通人想在网上喘口气、发个牢骚、吐句苦水、转发一个讽刺的段子，这些恐怕都要被划在网络乱象的范围了，一不小心就要被扣上一顶扰乱网络生态的帽子。说白了，中共就是要想方设法防民之口。而令习近平和中共最担心的是能同时调动成千上万账号的自媒体矩阵，几小时之内就能把一个议题送上热搜顶端的超话社群，能够持续批评政府、质疑体制的意见场域，以及围绕妇女儿童、底层劳工、民族宗教和地方维权等话题。这些不只是噪音，而是被视为未来政治风险、引爆跨地域串联抗争的放大器。这才是习近平口中真实的网络乱象，也是习近平所谓亮剑的真正战场。敢于亮剑，这是多么熟悉的配方，多么熟悉的味道，又被请回来回锅再炒了。这4个字一喊就上头，一用就见血，用来对付最没有话语权、最没有能力反抗的人尤其的顺手。群起事件带来的记忆非常具体，只要讲故事的权利在数天之内从官方的手中滑落，网络事件就可能瞬间升级为街头事件，所以中共才要全面封网。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
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了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您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您要连接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10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有网友总结，最近3件敏感事件在1周之内像病毒一样在网上炸开了，传播的速度之快，情绪聚集之强，可能把习近平吓出了一身冷汗，唯恐民间再次失控。那么到底是哪3件事吓着习近平了呢？第一件，江苏南通文旅近日在一条关于2026年起吸毒记录可封存的抖音影片下面发了一条评论，哪位关少爷吸了？留言瞬间爆了，官方账号直接涨粉数百万，但该留言很快被删除了。这段影片的内容是从2026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36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记录，包括吸毒记录，将被依法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公开。南通文旅的小编估计是手滑，忘了切换私人的账号，不小心在官方的平台上直接表达了对封存吸毒记录的质疑。封存吸毒记录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特权庇护，是不是有些官少爷仗着背景吸了毒也能轻松抹掉黑历史了呢？南通文旅意外走红，有人更直接叫其南哥，是网友们为这份敢说大实话的共情买单。太刚了，太勇了，我还没去过南通，你别把你号整没了。封存吸毒记录，这不是包庇犯罪者吗？人民是有力量的，人民不说话，不代表人民没话可说。第二件让习近平心惊的事，是贵州省近日强推火葬改革，遭到西丰县石桐镇的农民的抗议，群情之激烈超出官方的预料。其中有人怒喊，如果共产党要挖坟，先把习近平家的祖坟挖了再说。这一抗议事件如同一记重锤，又砸醒了多少沉睡的民怨。规则永远只有对底层有效，特权阶级永远都例外。最大的例外就是陕西富平县的习中勋陵园。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前夕，启动大规模的扩建，到2015年竣工，摇身变为占地逾10万平方米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了。军警守护，工人瞻仰。习家祖坟是风景区，百姓的祖坟就是违章建筑，这才是真正引爆民怨的关键点。事实上，习家祖坟一直有人惦记。早在2019年，网络上流传了一则贴文，有人重金悬赏雇人挖掘习中心陵墓，赏金高达数十万元，甚至公开在评论和社群平台上招募敢死队。今天回头再看，这些民意的喷口是压抑得太久的积怨，而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怒火，无法控制的网络扩散，戳破了一个扎心的事实：网络舆情不是杂音，而是政治地震的前兆。第三件就是香港这场大火，把整座的城市的情绪都烧化了，民怨沸腾，追责声浪不断升高。港人希望港府能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结果呢，
港府不但没有启动任何独立调查，反而选择了一条简单粗暴的手段，用煽动叛乱罪逮捕提出联署请愿的发起人，火都还没灭就先灭声。那么习近平和中南海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因为他们记得2022年乌鲁木齐大火之后，上海的街头上举着白纸的年轻人。香港这场大火比乌鲁木齐还要惨，也比乌鲁木齐更荒谬。如果乌鲁木齐大火能烧出一场白纸革命，那么同样的大火在新闻自由残存、民众原本就习惯上街的香港，后果只会更快，传播更广，情绪更加难以摁住了。这恐怕就是习近平最害怕的事。他可能意识到2022年白纸革命那72小时不是偶发事故，而是可复制的模板。最危险的就是网络上那道突然点燃的舆情火花。关少爷的权贵庇护，贵州的强制火葬和香港的大火，加上各地民怨以及白纸革命的集体记忆，正在网络上拼成新的中国故事。这种故事一旦扩散，就会越过舆论防火墙，形成连锁反应。习近平担心的是网络失控3天，街头就能形成规模，所以他要敢于亮剑，紧急止血。他这次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上的讲话可以用8个字概括：失去网络，失去街道。这次收网势在必行，因为是带着21大倒计时的。据多位熟悉监管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网信办正牵头升级一套全新的网络预警系统。这套系统的野心很大，只要社交平台或网页上冒出一丝敏感内容，它就能立刻报警，自动拦截，迅速删除。最近大陆各地的群体事件四起，特别是于朦胧的案子，墙内封锁了，但影像、录音和文字像是潮水一般流向了墙外，流得快，流得急，流得让监管部门的心跳都乱了节奏。有内部人士透露，这几周网信办和公安系统的调度忙到不寻常，不是单点升级，而是全线拉高警戒，提的要求比以前细太多了。试运行阶段每天都在调来调去，测试的时候跳得很快，你根本没办法放空。10月、11月都在试，事情多的时候一天跳好几十条，后台一大堆人盯着。大陆多地的媒体近期也报道，当地舆情中心正在加速建设，强调在重大敏感时期要做到分钟级处置。此外，网信办近来持续推动清朗行动，对网络内容进行整治和清查，平台的审核量也随之上升。面对这套升级版监控系统，外界自然会问，真的能把所有的讯息都封住吗？网友的冷水也泼得很准很及时，墙再高也挡不住风，不太可能，墙再厚都会有缝。内部人士也表态，新系统能让跑出去的少一点，但想完全卡死基本不可能。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技术永远追不上人心，网友智慧大开，对抗集权封锁的方式也在不停的变化。中共每一次审查升级，网友都能在缝隙里长出新的语言、新的暗号、新的路径。你封一个出口，民众就再掘一条通道；你堵一条渠道，民意就从另一个角落渗出。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线的追逐战，一边是不断加码的监控机器，另一边是会自我演化的民间智慧。那么监控升级的最终效果是什么？不能封锁讯息，反而暴露了焦虑。这套系统真正暴露的不是互联网的漏洞，而是中共政权本身的恐惧。最后，我们用外交政策期刊的一句评论作为总结：中共正陷入言论审查的自我循环困境，言论审查越严格，传言也就越多。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